土疙瘩，土疙瘩，便变成银疙瘩。嘿，嘿嘿嘿！带入了夜，滚滚带着谢敖敖跑到那3只大箱子前，小手一指，6万两，整整6万两，加上银票，咱们骗了他们整整10万两。你说这话，我可就不高兴了。小财神搞钱钱，怎么能叫骗嘛？小，你知道赚钱的赚有多少种写法吗？几种啊？爹爹说过，坑蒙拐骗要在凡间，它都叫赚。哦，领教了。说完他就笑不出来了，然后开始着急地转圈圈。怎么办？我现在压力好大，家里还有一堆金元宝呢，我太有钱了，花不完，根本花不完。滚滚可是非常善解人意的小财神，帮忙出主意。那赚来的10万两银纸，你就都给我娘亲吧。那怎么能行？我7岁了，是能扛住任何压力的男人了。相信自己，只要努力，一定能够花完的。每天晚上一想到要睡觉，就激动得睡不着觉。夫人，奴婢可瞧清楚了，吴安和将军府都派了婆子去谢家门前盯着呢，怕是还不死心呢。但他们不死心也没用，这谢家搬家可是用了大排场，而且谢夫人见人就诉苦，把昨的事儿好好的给宣扬了一番。滚滚也想看搬家。滚滚，先等等，这下可好了，整个安乐巷，不对，应该是整个京城都知道了叶家和江家的丑事儿。我听说老夫人都被气病了。滚滚听到叶老夫人病了，高兴的直接抱金币，张着小胳膊，跑到哪儿屁股后面都能留下一坨金疙瘩，把下人们乐得满院子捡钱翻他口袋。正乐呵着，安寿堂的婆子来了。夫人，老夫人从昨儿开始身子越发不爽利，来请夫人过去市集呢。江云堂闻言直接翻了个白眼儿。从前老夫人病了，我不用人来喊，就会巴巴的过去伺候，在老夫人床前一待就是几天几夜，恨不能事事亲力亲为。所有人都夸我孝顺，老夫人也每每说自己离不开我。现在想想，这哪是离不开呀，是使唤我使唤惯了。可自从有了滚滚，老夫人几乎不再喊我去安寿堂了，连日常的成婚定省都省了。今儿怎么突然喊我过去市集？她不怕滚滚了？滚滚还惦记着自己被偷走的宝贝。我的珍珠都还没回来呢，要是去安寿堂的话，是不是能再赚一点呢？去赢宝贝，去赢宝贝。然而一到安寿堂，滚滚期待的小肉脸就耷拉了下去。娘亲，这里闻起来好穷啊。江云堂闻言仔细一看，屋子里贵重的摆件的确少了很多。这是怕我来要收起来了，还是穷的拿出去卖了？江云堂正疑惑着，叶桑怡不知从哪儿冲出来。嫂子，你可来了，娘都念叨你好久了呢。嫂子你坐这儿，离娘近，咱们好好说说话。嫂子。江云堂听到这称呼笑了，他刚要坐下，叶老夫人的目光便落在了好奇张望的滚滚身上，艰难地挤出一抹慈爱之色。还是坐远些吧，免得过了病气给孩子。怕滚滚怕成这样，还敢喊我过来，看来是真有事了。嫂子，前段时间是我错了，我是被猪油蒙了心，才会相信江云熙的鬼话，还同嫂子有了嫌隙。其实桑姨一直都知道，这世上嫂子才是对我最好的人。停，别拐弯抹角的，有屁就放。叶桑怡卖力卖到一半，听到这话差点没绷住表情，连好不容易要挤出来的一滴眼泪也生生被憋了回去。嫂子，我知道你还怨我，可我真的是受了蒙蔽呢。那天去你院子里闹，还同你争管家权，都是因为受了江云熙的挑唆呢。但这些日子桑姨也想明白了，是桑姨错了，今天特地把嫂子叫过来，就是想当着娘的面亲自将管家权还给嫂子。嫂子，你就不要和桑姨计较了好不好哦？
说完，他还要拉江云堂的手，想像从前那般撒娇，可滚滚不给。娘亲是滚滚的，他也没钱啦，想骗娘亲呢。江云堂不用滚滚提醒，也差不多明白了。他前前后后从叶家掏走了13万两银子，店铺、中宫和这母女俩的私库应该都被掏空了。将管家权还给他，不过是想让他继续给叶家效力赚银子，最好能把他兜里的也掏出来。算盘打得真精啊！这管家权我可不敢要，我是打定了主意要和离的人，跟叶家人可不是一条心，哪好意思继续霸着管家的权利啊？万一我把叶家的银子全给霍没了，那可如何是好？叶桑一听到这熟悉的话，脸肉眼可见地塌了下去。我都跟嫂子道歉了，嫂子怎么还拿当时说的气话堵我呢？那哪能是气话呢？嫂子我事后想了想，也觉得很有道理呢。你叶老夫人见江云堂轻飘飘的就让叶桑姨没了方寸，心里也是恨毒了，决定磨磨他再说。这事儿一时半会儿倒也不急，云堂，你再仔细想想，我这病也不知几时能好。云堂，你把孩子先送回去，再过来伺候吧。江云堂可不是真来伺候人的，滚滚拿了祖母的礼物，那就得有孝心呢，自然要留下来一道伺候祖母。滚滚，快去给祖母剥个橘子。你别过来！叶老夫人吓得差点也能跳起来了。我也乏了，用不着你们在跟前伺候，还是回自己院子去吧。那母亲先歇着，有事儿可千万记得去正院叫儿媳。说完便离开了。话不投机半句多，话若投机是火锅。娘，现在怎么办呢？我根本不会经营铺子，田庄的事更是一窍不通。府里的东西虽然变卖了1万多两，但这都是贱卖的。咱们总不能一直这样传出去，让人怎么看咱们将军府啊？实在不行，就再卖2个铺子，先把这一阵顶过去啊！不行，不能卖铺子，都卖了，我以后的嫁妆怎么办呢？我去找江云熙，那6万两银子不能就这么算了。说完就气冲冲地去了武安侯府。戴巧，帮我去给谢夫人送个信，让她帮忙留意叶家产业的动向。夫人，咱们院子最近多了许多猫儿，都是从滚滚挖的狗洞钻进来的。滚滚每日都在洞边守着。确实是这样，不止咱们院子，最近整个京城的猫好像都变多了，大街小巷随处可见。滚滚在青州时就爱挖狗洞，他一直以为小家伙就是挖着玩，但依最近的表现来看，好像不是。先不管了，江云堂嘴上这么说，身体却很诚实，已经慢步走到了滚滚身后。野猫们像是受到了某种压制，不吃小鱼干，不是喵喵，好生肖。这是什么密语？滚滚，告诉娘亲你在做什么呀？滚滚在找彩彩，可是找不到。彩彩？彩彩是谁？是爹爹给滚滚养的喵喵。哦，江云堂很快便想到了神怪话本里的招财猫。小财神和招财猫，一个叫滚滚，一个叫彩彩。财源滚滚？那你告诉娘亲彩彩长什么模样，娘亲帮你一起找好不好？滚滚也不知道，爹爹只说彩彩会来找滚滚的。你都3岁了，那只蠢猫都没找过来，该不会是认错主人了吧？与此同时，武安侯府。威压！毛爷，我一进京就感受到了威压，你终于觉醒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就去找9路神主的继承人。毛爷，我要进12生肖，让本庙进12生肖。叶萧莹直接被吓哭了，恒王世子却仿佛听不到，然而那道威压就突然消失了。威压呢？你的威压呢？快来镇守本庙呀！什么威压？我听不懂。可他哭得越厉害，恒王世子就越暴躁，
气得咬牙切齿，原地转圈，逼逼叨叨：“傻九路神珠怎么养出你这种傻啊！傻子！九路神珠怎么能养出你这种傻子啊！不能揍他！打铲屎的会犯天条，被人劈的啊！”最后实在没忍住，伸出2只爪子对着空气一顿乱刨。江云熙听到哭声出来的时候，看到的就是这一幕。啊！不能揍他！打铲屎的会犯天条，被人劈的啊！快去拿鱼竿，快！丫鬟取来了新晒的鱼竿，河王世子直接抢过来塞进嘴里，一边瞪着叶萧莹，一边呲牙咧嘴的嚼。直到河王世子彻底平静了，江云熙才松了一口气，壮着胆子问：“那个小世子，莹莹怎么惹您生气了？”半年了，他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啊？江云熙心里发虚，眼神里却闪过算计。世子，这不能怪莹莹啊。世子说过，财星要靠财气养着，可最近有人故意破莹莹的财气呢。谁敢？是北丁将军府的江云堂，他不但烧了世子给莹莹的所有东西，还欺负莹莹，不让我们母子进将军府的门。莹莹本该是尊贵的将军府嫡女，可江云堂不知耍了什么手段，竟让圣上阻拦了我和叶将军的亲事，害莹莹变成了人人笑话的外室女。对了，他还收养了一个跟莹莹一边大的女儿，想要取代莹莹。那孩子邪门的厉害，瘟神一般，专克莹莹。现在别说用财气养着莹莹，我们整个江家都被那小瘟神给害了。他聪慧十足，自然知道江云熙说这话的目的，但他不仅不会戳破，还会帮他。傻子，铲屎的，以后猫爷会让你知道谁才是主人，让你在猫爷面前永远抬不起头来。骂完，他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江老夫人这才敢从屋里出来。这横王小世子也忒吓人了，吓人才好呢，不然怎么对付江云堂母女俩呢？江老夫人闻言，瞬间也笑了起来，也不知他使了什么手段，竟然搭上了嘉贵太妃。哼，嘉贵太妃怎么可能看得上江云堂呢？肯定是因为那件事，嘉贵太妃记我的仇，为了报复我，才故意给江云堂脸面呢。我绝不会让他们母女俩抢了我和莹莹的一切。当年因为玉亲王的事儿，他在京中坏了名声，无人敢要，最后只能放下身段去勾引叶向瑶，灰溜溜地跟着去了青州。如今我有了靠山，叶向瑶的心和孩子都在我这里，横王世子又那么看重莹莹，江云堂，你休想争过我。不管嘉贵太妃看不看得上他，这次的上春宴，他指定是要出风头了。而且这万一嘉贵太妃小心眼儿，还记着当年的仇，那咱们可如何是好啊？哼，有横王世子在，怕什么啊？嘉贵太妃再厉害，和圣上也隔了一层，而横王那是圣上长子，横王世子更是圣上最喜爱的长孙，我就不信他敢动我。万一哪天横王世子知道莹莹是崔……不可能！我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才得来的靠山，我绝对不可能让横王世子知道。转眼就到了上巳节这天，一大早江云堂刚将滚滚打扮好，姬大姐便亲自上门来接人了。爷爷好，爷爷你长得真好看。娘娘也这般夸老奴。夫人，太妃娘娘有令，让老奴先送夫人和滚滚进宫。爷爷真好，谢谢爷爷。哎，将军，姬大监竟真的来接夫人了，好像还亲自抱着那个小瘟神。不可能，姬大监那双手那是伺候先皇的，他算个什么东西啊？然而等跨出府门，他脸上的笑容就裂开了。叶向瑶同样震惊不已。见过大监，老大监亲自来接殿内。叶桑怡回过神来，也不情不愿地弯下膝盖，头都不敢抬。姬大监没看他们，更没搭理他们。滚滚已经是进过皇宫，
见过世面且有礼貌的小财神了，热情的帮忙。平身吧。叶向瑶无语，叶桑一气的冒烟儿。又不是给你行礼，你有什么资格说这话？好吧，那就不平身吧。叶向瑶再次无语，叶桑一气的还要开口，姬大简却突然意味不明的笑了一声，吓得他脸一白，险些咬了舌头。然后二人就这么弯着腰，屈着膝，姿态恭敬，一言不发的目送滚滚上马车离开。到了后宫宫门口，老奴还要去接太妃娘娘，就送夫人和滚滚到这儿了。谢大监。抱着滚滚跟着引路小太监先去给皇后请安，滚滚却悄悄在他耳边说：娘亲，漂亮爷爷骗人，他偷偷跟着娘亲呢。最近这段时间，滚滚还是夜夜都去玉亲王的梦里，说明嘉贵太妃还没用那颗狗命药丸，借命之事太过玄乎，嘉贵太妃慎之又慎，也在情理之中。今日这一遭，应该是想探探滚滚到底是不是外人口中的温顺吧。滚滚真机灵，但咱们就当作不知道。滚滚立马捂紧小嘴巴。公公，这儿好像不是去皇后娘娘宫里的路吧？将军夫人来得早，这会儿皇后娘娘礼服还没结束呢，让官眷们先去廊华殿等着。恒王妃和武安侯世子夫人他们先您一脚到，此刻也在廊华殿。这话挑不出毛病。江云堂虽然觉得哪儿不对劲，但这里是后宫，他没得选。恒王妃有令，请北定将军夫人单独进殿。江云堂终于知道哪儿不对劲了，可恒王妃的身份压在这儿，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。大乔，待在这里别走动，守好滚滚。他们是不是又要欺负娘亲呢？江云堂不怕被欺负，摸了摸小家伙的脸蛋儿便进去了。滚滚悄悄从碗里掏出一个长公主，刚要附在娘亲的手腕上，一条带着香味的帕子捂住了她的眼睛、嘴巴和鼻子。你想要无视滚滚吗？那蒙面人见捂了他一路，居然还醒着，且丝毫没有呼吸困难和任何难受的样子，眼中不由露出一丝惊恐，然后便是更加用力地堵住滚滚的呼吸。那里有几个小朋友。九皇子殿下，你这么做人是不行的，很影响我们郑国公府的气质。郑嬷嬷，你闭嘴！祖母说了，郑国公府的人要硬气，就算挨了打、输了架，也要昂着脑袋、骄傲地跪下。你快跪我呀，快跪我呀！不许你提外祖母，我才没有输给你！给我揍他！你们都过来，给本皇子狠狠揍他！以多欺少啊，那可不行。顺手就将刚才掏出来的长公主扔了过去。谁敢朝本皇子扔石头？你们是谁？在干什么？快抓住他们！九皇子一声令下，后面立刻有太监飞身而出。蒙面人本就因为怎么也捂不死滚滚而慌成了狗，见事情败露，吓得立马丢下滚滚要逃。咔嚓一声，好像是腿断了。太监们不费吹灰之力擒获了蒙面人。是你朝本皇子扔石头的吗？我可是尊贵的皇子，你怎么敢拿破石头砸我的头啊？不能用石头，那我用金子行吗？金子？九皇子还没明白过来。我可是尊贵的皇子，你怎么敢拿破石头？哇，怎么是金子？哇，真的是金子！金子！不对，是金子也不行。我要去告诉母妃。然后哭着跑去告状了。滚滚被他挖得一愣一愣的，满脸不解。这个九皇子好奇怪哦，他到底是在哭还是在笑呀？御书房里，叶帝还不知道滚滚已经进宫了，正和5位皇子们商量着今年上春宴恩赏之事。叶帝膝下一共9子2女，成活率满分，籍贯者依次被封为恒王、信王、端王、显王和康王。父皇，如今京城内的勋贵之家都到了封无可封、赏无可赏的地步，唯独武安侯府还未让世子袭爵。武安侯世子虽文不成武不就，但自任修撰以来还算勤勉务实。
老四，这话是谁教你说的？父皇明鉴，大哥并未教儿臣说此话。叶帝顿时更难受了，直接把眼睛闭上了。父皇，武安侯过世已有15年，即便父皇再不满意武安侯世子，也要看在武安侯的功绩上庇佑他的子孙后代。3代不降爵也是先皇的许诺，君王之信重于泰山。叶帝闻言沉吟了片刻，似乎被说动了。这时外面突然传来女子的哭声：“圣上，圣上，你一定要为臣妾和九皇子做主啊！”怎么回事？回圣上，是珍妃娘娘。九皇子和镇国公府的小世子打架，被滚滚将脑袋上砸了个大包。哈哈哈哈！滚滚这么早就进宫了，快让他进来。你们几个不值钱的，去偏殿候着去。嗨，圣上，不知是哪家的小乞丐如此大胆，竟敢对皇子……滚滚，怎么一个人来的呀？圣上你……珍妃瞬间愣住，表情也跟着变了，一把捂住九皇子嚎叫的嘴：“别回去！”滚滚本来是要回去找娘亲的，这个不认识的姨姨把滚滚抓住了，说要带滚滚找圣上，滚滚就记起来了。叶迪一听开头就觉得不对劲儿，但他领教过滚滚的表达能力。怎么回事？给朕一五一十的说清楚。方才……叶帝听完瞬间怒火中烧，好大的狗胆，竟敢在宫中行凶，把人给朕提过来，朕要亲自审。圣上饶命，圣上饶命，奴才也是听命行事，奴才冤枉啊！谁给你的狗胆？你听谁的命？是恒王妃，还有武安侯世子。武安侯世子说这个小娃娃是瘟神转世，王妃说为了皇室安危，必须杀了他。说到这儿，他又想起方才那惊悚的一幕幕，拼命的磕头。圣上明鉴，这小娃娃真的是怪物，是怪物，不然怎么来人，拉下去砍了！圣上饶命，圣上饶命！蒙面人很快被拖走。朕还有些事要处理，滚滚先跟着福公公去找娘亲，好不好？滚滚乖乖点头，被福大监抱着离开了御书房。叶帝这才有空看向珍妃：“你刚才求朕什么来着？”“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九皇子想父皇了，臣妾就是带九皇子来看看圣上。”“哦，那他头上的伤怎么回事？”“是他自己磕的，他活该。”“既然无事，那便退下吧。”大御书房彻底安静下来，叶帝才瞬间变脸。武安侯世子，好啊！他还想袭爵，做梦！朕要砍了他！你们几个给朕滚出来！偏殿的皇子们赶紧进来跪着，脑袋垂得一个比一个低。谁懂啊？前脚刚替武安侯世子请封袭爵，这狗东西后脚就捅我们的窝啊！皇宫内行凶，惹怒圣上御书房杀人，人得蠢成什么样才能闯出这么大的祸来？哦，还有恒王妃。信端显康四小王立马悄悄拿眼瞅恒王，恒王爱惜地整了整衣摆，这可是用珍贵的红羽金丝新做的流仙裙，可不能跪皱了。父皇，吾妻虽蠢，但做的衣裳实在貌美。传旨，将恒王妃即刻贬为庶人。然后指向恒王，给朕扒了他这层皮，3个月不许穿女装。话落，叶帝便甩袖而去。信端显康四小王立马领旨，说：“你们到底把滚滚弄哪儿去了？”琅华殿刚一进殿，就看到满院子的贵眷被人打得鼻青脸肿。江云堂，你胆敢以下犯上！我可是王妃，信不信我让圣上要了你的命？话音未落，传旨太监也到了。圣上有旨，将恒王妃即刻贬为庶人，拖下去。不可能，本妃犯了什么？不等他说完，太监便用布条塞了他的嘴，直接把人扔出了宫。恒王妃被废，让滚滚瞬间成为了皇室传说。但滚滚对自己的传说一无所知，他抱着大碗碗，开心地回到了香香娘亲怀里。娘亲，今天皇宫里有好多人呀，滚滚是不是可以攒好多业绩？江云堂心里的怒火还未消退，没想到即便在宫里有圣上护着，滚滚也会被人谋害。
他现在对宫中之人充满了戒心。滚滚，宫里除了奴仆，来往的都是这世上最富有的人家，所以他们不需要滚滚给钱。滚滚今天就不攒业绩了，好不好？滚滚如今是这个赛道灵活的小财神了，听完娘亲的话，非但不失望，还更兴奋了。那他们也不要升官的嘛，财神也管这个的。他们给滚滚好多钱，滚滚再把钱给没有钱的人。爹爹说这个叫财富流通和分配。行吧，那就看这些人自己的造化了。江云堂没有强行阻止，抱着滚滚进了皇后的坤仪宫。这个时辰已经有不少高门世家的女眷来给皇后请安了。江云堂从前就是个小透明，这回也打算低调到底。可他一进门，一双双眼睛便齐刷刷望向了他，神色各异。珍妃更是不顾矜持的热情开口：哎呀，江夫人你可算是来了，让皇后娘娘好一阵等呢。江云堂受宠若惊，赶紧牵着滚滚上前给皇后行礼。臣服参见皇后娘娘，娘娘金安。皇后一身庄严富贵，却盖不住眉宇间的淡然。她看了一眼还不会行礼的滚滚，这就是圣上提起有意让我认作义女的孩子，长得倒是冰雪可爱，一双眼睛也明亮无邪。平身吧，江夫人且坐到本宫身边来。谢皇后娘娘。江云堂赶紧谢恩，抱着滚滚坐在了皇后右下手的地方。你这个碗是做什么用的？这个是许愿用的。姨要跟滚滚许愿吗？不贵的，一个愿望只要哇，皇后娘娘好大的彩盘呀。就只要1万两。听说这孩子是云堂从边关捡来的，是个没爹没娘的小乞丐，还素有小瘟神的称号呢。瘟不瘟神的咱们也不清楚，但乞丐出身肯定是真的，讨钱都讨到皇宫来了，也不怕人笑话。昌邑伯夫人率先笑出声，阴阳怪气地说：见过讨赏的，但这样的还是头一回，年纪不大，胃口可不小。皇后闻言抬眼，昌邑伯夫人，恒王妃和武安侯世子夫人的嫡母，你怕是还不知道那2个庶女闯下的祸，所以才笑得出来。皇后目光淡淡的收回，然后随意的将凤冠上的顶珠给摘了下来，放进滚滚的碗里。凤冠顶珠，那可是皇后威仪的象征呢。可滚滚不知道，还转头问娘亲，这个值钱不？江云堂头皮都在发麻，赶紧跪下道：皇后娘娘赏赐，臣妇不敢拒绝，但滚滚只是个小孩子，如此贵重之物，实在令臣妇母女惶恐。一颗俗物，给孩子玩吧。江云堂拒绝不了，只能告诉滚滚：快谢谢娘娘，这颗珍珠可是无价之宝，而且这世上只有1颗这么大的。滚滚最喜欢奇珍异宝了，立马噔噔噔跑过去，动作之行云流水，连江云堂都来不及阻止，其他人更是看得目瞪口呆。大胆！这孩子怎么这般没规矩，竟敢……无妨。皇后只是怔了一瞬，便打断了昌邑伯夫人斥责的话，略显僵硬的摸了下被滚滚亲过的脸颊，温温的，软软的。她一生无子无女，也从未抱过后宫的任何一个孩子，这就是有孩子的感觉吗？皇后忽然对皇帝的提议心动了2分，然后就看见滚滚甜甜地问：姨，你有什么愿望吗？升官发财使老公，什么都可以的。皇后只当他说的是孩童之语，脸上难得露出真心的笑来。本宫没有愿望，这珠子你就当白送的好了。滚滚懵了。不行呀，为了业绩必须有愿望的。滚滚如今是个手段灵活的小财神了，大眼睛咕噜一转，想了个好办法。他爬回娘亲腿上，揪下独心耳装到自己的小耳朵上，然后伸着脖子对皇后说：要许愿，滚滚真的可以实现的。如果说活着还有什么愿望，那应该就是离开这座困了我半辈子的皇宫。我不想再背负家族荣耀，不想再做君王妻，可是没有如果。有的有的。
什么？你是在回应我的话吗？应该是巧合吧，我应该是魔怔了。见几个小皇子在帘子后边探头探脑，便吩咐嬷嬷：“带滚滚去偏殿玩吧，别在这儿拘着孩子了。”滚滚认出了九皇子和郑嬷嬷，两人手里各抱着一盒漂亮的糕点，不停地对他招手：“哎，娘亲，滚滚去吃糕糕，一会儿再回来。”说完，滚滚就朝着郑嬷嬷跑了过去。我生的这个混小子呢，可从来不跟小姑娘玩，如今竟和滚滚对上眼了，可真是缘分呐。郑国公老夫人翻了个六亲不认的白眼儿。珍妃娘娘可真会往九皇子脸上贴金呐！和滚滚有缘分的明明是嬷嬷，今儿多亏了滚滚，嬷嬷才少挨了一顿打。这母女俩今天是怎么了？好浓的火药味呀！怎么错过了什么？皇后娘娘给那个小乞丐里面也就罢了，怎么珍妃娘娘和郑国公老夫人也这样？难道传闻有诈？官眷们一时间齐齐看向昌邑伯夫人，并且默默地离她远了些。我的点心可是御厨做的，比你的好吃，是我的。偏殿内，滚滚已经馋得流口水了，可九皇子和郑嬷嬷将他引诱过来后，谁也不让滚滚打开。他是看着我的点心才跑过来的，应该吃我的。我是皇子，比你尊贵，还比你大，你们都得听我的，吃我的，吃我的。噼里啪啦，咕噜咕噜，叽里呱啦，反正就要吃我的，吃我的，吃我的。哎呀，滚两个都吃。不行！为什么呀？郑嬷嬷和九皇子立马互看不爽的对哼。哼，他有毛病，他不吉利。郑嬷嬷趁着九皇子别过脸，一屁股挤到滚滚旁边。快吃！你不要和他玩，他家里人都有毛病。他大哥哥天天穿姑娘的衣服，有时还不穿衣服在宫里裸奔呢。他二哥哥总让别人说到做到，但自己说话从来都不算数，而且最喜欢骗小孩子，我就被他骗过。他三哥哥老是惦记别人家的婶婶，晚上还翻去别人家婶婶的院墙呢。他四哥哥在后院养了好多大块头，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。他五哥哥腿脚不好，弄了好多毒蝎子、毒蜈蚣在家里。那个小孩不听话，他就把小孩抓去喂蝎子跟蜈蚣呢。还有他的六哥哥、七哥哥、八哥哥都有毛病，所以他以后肯定也有毛病。你不要跟他玩，我家最好了，除了祖母，能死的都死光了。你和我做朋友吧。郑嬷嬷一口气说完，把见多识广的滚滚都惊呆了。你不要和他做朋友，他不吉利。他的大伯伯到四伯伯，还有他爹，全都死光了。他大伯伯出使北齐，嘴太贱，被北齐皇帝给砍了。他二伯伯出使西川，也是嘴太贱，被西川皇帝给砍了。他三伯伯出使南黎，一进南黎边境就开始骂人，一路骂到南黎国都，最后被南黎人用石头给砸死了。他四伯伯出使东夏，把东夏老国君气得当场身亡，然后被东夏的太子给捅死了。他爹爹后来也出使北齐，把北齐公主给骗了回来，还留信给北齐皇帝说他女儿不要他了，气得北齐发兵把他爹给射死了。我母妃说郑国公府的嘴贱，传男不传女，他以后肯定也会贱死的。哇塞，有新业绩！不会的，你不会有病的，你也不会见识的，包治百病，延年续命。今日大优惠，通通只要1万两呀！啊，你以前真是小乞丐？你不会是靠骗吃骗喝长大的吧？哎呀！郑嬷嬷和九皇子定睛一看，进来的是恒王世子叶昭。你怎么踢人啊？你就是那只滚！我天，这只小两脚兽好像有点可爱，而且它居然没哭。叶昭一时间愣在了原地。不许你欺负滚滚！叶昭虽然辈分低，但压根儿没把他俩放在眼里，傲慢的一抬手。郑嬷嬷和九皇子明显都是吃过亏的，突然默契的对视一眼，然后一左一右拎着滚滚就跑。滚滚全程都是一脸懵。你们两个是不是怕狗？就看到了假山不远处惊慌失措的姜子羽夫妇。怎么回事？不是说一定能弄死那个小瘟神吗？事情怎么会弄成现在这样？妾身也不知道啊。夫君，我姐姐恒王妃已经被贬为了庶人，下一个会不会就轮到我们了？不会的，
他不过是个名声不详的野孩子，圣上怎么可能为了他重罚王妃与功臣之后？可是恒王殿下说，圣上在御书房亲口说要砍了夫君，还问妾身要不要改嫁。姜子羽闻言脚下一个趔趄，险些站不稳。夫君，要不咱们去哄哄那个小瘟神，她毕竟是夫君名义上的外甥女，只要她愿意帮夫君说话，圣上或许就不会追究了。姜子羽闻言下意识抗拒，但心中的恐惧却让他说不出半个不字。滚滚听到他们说要找他，立马哒哒哒跑过去。大舅舅，滚来啦！姜子羽被大舅舅3个字吓得浑身汗毛倒立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不是重点呀。大舅舅，只要1万两，滚滚什么都可以帮大舅舅的。姜子羽夫妻俩一愣，什么意思？你愿意帮我去圣上面前说情？要先给钱的哟，滚滚不会骗人的，小哥哥作证。虽然不理解，而且有点震撼，可是他叫我小哥哥哎！毅然决然挺胸站了出来。我们替滚滚作证。姜子羽夫妻俩犹豫再三，最后搜遍全身，凑了5000两银票，放进滚滚碗中。只有这么多了，剩下的出宫再补给你。滚滚很好说话。可以的，大舅舅，快说你的愿望吧。还能有愿望？你真的会帮我去求圣上？骗人的是小狗狗。姜子羽半信半疑，但他的心魔克制不住的让他自己开口。我不想再当世子了，你去求圣上，让大舅舅袭爵，好不好？好的。一个愿望1万两，大舅舅给了一半，那我就先帮大舅舅实现一半的愿望吧。滚滚这就回去找圣上。上4节，宫中赵云去祭神，祈祷今年风调雨顺，哪曾想香刚插上去就灭了。叶帝大惊，偷摸示意扶大监重新点，结果同样不到1息又灭了，再点再灭，还点还灭。叶帝瞬间慌了。臣登基6年，年年祭神，却从未遇到过这般诡异的情况。莫非有人做了手脚？叶帝强装镇定，伸长了脖子往香顶后边看去。1、2、3，叶帝突然一口老血哽在了喉咙里。朕就知道有人作祟，还是团伙作案。恨不能给这3个小脑瓜一个一锤子，可眼神扫过去，亲生的、绝后警告的和惹不起的，算了。叶帝后槽牙都要咬碎了，赶紧示意福禄寿3大监悄悄把人抱走。福大监也被吓得冷汗直滴。不是我们吹的。叶帝一愣，不是这几个小鬼干的？难道老天真的要让大业出兵？叶帝不信邪，示意福大监再点1次香。不出意外，果然又出意外了。而3个小萝卜头都蹲在原地动都没动，小嘴也老老实实闭得紧紧的。此时祭坛下的朝臣们也发现了不对劲儿，忍不住开始窃窃私语。今日怎么回事？圣上进香竟用了如此之久。3位大监都离了原位，莫不是出事儿了？我估摸着肯定是出事了。要是让朝臣们知道朕点香必灭，岂不是要给朕安上一个无德的名声？传出去，朕皇位还坐不坐了？滚滚，快告诉朕，谁干的？谁干的？他吹的。什么？滚滚不久前才提醒过朕要破大财，而今日齐春祭祀龙王，吹了朕的香，难道今年要有大旱？叶帝想到此处，心梗欲死，但抬眼瞥见滚滚，瞬间又有了希望。他一把将小家伙拖出来，放到香顶上坐着。滚滚，财神能求雨吗？滚滚不会求雨，但可以让大龙伯伯帮忙的。你能让龙王下雨，怎么下？滚滚走流程，举起碗碗吆喝：通通只要5万两。不是只要1万两吗？怎么涨价了？叶帝却一点没觉得贵。要知道一场旱灾下来，不说朝廷和百姓的损失，光是朝廷赈灾就得花去100万两。太便宜了，太便宜了。然后他摸遍浑身上下，没有1文钱。滚滚，银子朕稍后补给你行吗？滚滚的财神原则不能打破。
那滚滚也稍后再帮圣上吧。别啊！这香要是再不点燃，就瞒不过去了。叶帝急中生智，朕拿身上的物件抵债，滚滚看上哪个就拿哪个。圣上今天穿的衣服好漂亮，头上、脖子还有腰上都挂着珠珠。那滚滚就要这个珠珠，然后这个珠珠和这个珠珠吧。那滚滚就要这个珠珠，然后这个珠珠和这个珠珠吧。那可是圣上的流冕朝珠跟宝带呀！这是要圣上在祭天之时脱冕卸朝珠解裤腰带吗？这画面太美，我不敢看呐。三位大剑两股战战，叶帝也是心酸。很快，珠子叮铃咣啷的全部落在了滚滚的碗里。滚滚，帮朕求雨吧，好歹让朕社死得有价值一些。滚滚是个说话算话的小财神，这就从碗里抱出一个比自己脑袋还大的紫色蛋蛋。爹爹说把这个蛋蛋烤了，不管滚滚让大龙伯伯干什么都可以的。这蛋是什么？这是大龙伯伯的小儿子。爹爹说大龙伯伯欠了财神殿好多钱，就把他的小儿子送到财神殿啦。所以这龙蛋是龙王在财神殿的质子，滚滚还要烤了他。滚滚真厉害。是的，爹爹说滚滚是最强富二代，最厉害的。然后小手手比了个着火的砧棒，开始烤龙蛋。瞬间空中轰隆一声巨响，突然乌云密布。放开本王的儿子，让本王来。大龙伯伯好呀。放开我儿，快放开我儿！要给圣上刮风下雨才行的。下，你说下就下。龙王话音未落，祭坛上空便狂风大作，倾盆大雨如注而下，把朝臣们刮得都快站不住了。太大了，别没了旱灾，给朕整个水灾。太大了，大龙伯伯小一点吧。龙王急刹车，狂风大雨立马变成了无风细雨。叶帝又嫌小了，毕竟春雨贵如油，这么点雨可不够灌溉农田的，要不再稍微大点，再大点。哎呦，大过分了，再小点。求个雨还一会儿大一会儿小，你当老子是水龙头吗？龙王无语，乖乖滋水。大龙伯伯，以后你1个月来5次吧，就要这么大的雨哟。好的。一场风雨持续了近1刻的时间，圣上求风调雨顺，上天立刻显灵，朝臣们齐齐声呼叩拜。天佑圣上，天佑大业，圣上洪福齐天，大业千秋万代。叶帝单手勒紧裤带，在一声声呼拜中，扬眉吐气，昂首阔步地走下祭坛。圣上，您的冠冕。叶帝无比淡定，甚至有些骄傲。冠冕算什么？没看见朕现在连裤腰带都没了吗？朕说这是被风刮的，爱卿们信吗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滚滚1天之内接了3个大单，开心坏了，开始清点香油钱。20、30、40、50、60、70、80、90。娘亲说皇后娘娘的珠珠可值钱了，圣上也给了滚滚好多珠珠，等滚滚卖掉就有好多钱去布施啦。你要把父皇和皇后的东西卖掉，根本就没人敢买好吗？这种事我5岁的时候就干过了，后来被父皇和母妃一顿混合双打。滚滚突然怀疑宰生。没有人敢买，那我们活大半天只攒了半担的香油钱嘛。滚滚突然有些急了，抱着1碗珠珠就要回去找圣上换成香油饼子。结果路过德喜宫门口时，和突然拐弯的一行人给撞上了。大胆！哪里来的野孩子，如此没规矩，竟敢冲撞德贵妃娘娘！对不？抬头却看见了江云熙。江云熙早认出了滚滚，见他身边居然没有大人在。娘娘，他就是北定将军府收养的那个小瘟神，今日是来给嘉贵太妃伴嫁的。他特意加重了嘉贵太妃4个字，德贵妃眼中瞬间闪过难以掩饰的嫉妒。
嘉贵太妃，又是嘉贵太妃，明明都离宫这么多年了，她为何突然又要出现在这宫里？德贵妃心中妒火如烧，死死掐着手心，才将那种怒气按下去。她再美再得宠，再被圣上惦记又如何？如今坐在贵妃位置上的人是我，后宫也早已是我的天下。她一个离了宫的先帝妃子，还敢冲这么大脸面让人伴驾，那就别怪我把她的脸面往地上踩。这小野种不懂礼数，冲撞本宫，将她抓过来掌嘴。九皇子和郑嬷嬷一听，这还得了？贵妃娘娘，你怎么这么小气啊？都没撞到您，您居然要打滚滚！我要去告诉父皇。就是娘娘，如果非要打，就打九皇子好了，是他带滚滚走这条路的。对，打我好了，我扛揍。德贵妃深知圣上爱腰子，怎么敢为了这点小事打九皇子？一时间还真不好动手了。江云熙在后面气得咬牙，好不容易逮着机会能教训这个小瘟神，怎么能轻易放过？然后目光一转，看到了地上的东西。这不是圣上的朝珠跟玉佩吗？娘娘，您看地上，这小野种居然敢偷东西！德贵妃闻言定睛一看，脸色变了。昨儿圣上难得歇在我宫里，朝珠和宝带是我今早亲自服侍圣上穿戴的，我绝不会认错。大胆毛贼，竟连圣上的东西都敢偷！不是偷的，是圣上给滚滚的。朝珠堪比龙袍，若有人敢损坏，都是杀头之罪。从古至今，从未有赏赐的先例。因为圣上喜欢滚滚呀，圣上是不是不喜欢你呀？德贵妃被戳中了痛脚，脸色瞬间难看无比。江云熙才不信这个瘟神能得皇上青睐，强加挑拨。若真是圣上赏你的，这等殊荣应该人尽皆知，为何连贵妃娘娘都没听说呢？真是父皇给他的，刚才祭祀的时候给的，本皇子亲眼看到的。祭祀的时候，这下连德贵妃都不信了，但她还是留了个心眼儿。小桑子，你去打听打听，可有这么一回事儿？太监赶紧跑出去问，没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回禀娘娘，奴才忘了祭祀时当值的太监圣上并未赏赐任何人，但听说圣上的流冕和朝珠让风给刮没了。定是被这没脸没皮的小野种捡了，还敢说是圣上赏的，简直是大不敬啊！德贵妃没了后顾之忧，冷声唤来太监：来人，拉开九皇子和镇国公世子，给本宫狠狠掌这个小野种的嘴。掏出3个长公主扔出去。我发财了！太监宫女包括德贵妃等人全部被扇翻在地，摔得头昏眼花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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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妖孽！娘娘她真的是妖孽啊！她会妖法，她竟敢对娘娘使妖法！滚滚则一手一个小哥哥拽着他们就跑。我第一次觉得有人比咱俩还欠打，赶紧一左一右抬起滚滚，拔腿就跑。待回到坤仪宫，娘亲，我回来喽！江云堂见滚滚额头红了一块，滚滚，你怎么伤着了？九皇子正要告状，一群侍卫却突然冲进来。皇后娘娘，属下等人奉德贵妃娘娘之命，前来捉拿偷窃圣物的小贼。说完就直冲冲向着滚滚而来。皇后虽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但下意识保护滚滚。住手！本宫的坤仪宫容不得你们放肆，先给本宫把话说清楚。这时德贵妃也在江云熙等人簇拥下赶到。抓住那小畜生，出了事儿由本宫担着。这小畜生偷盗圣物，被本宫抓了个正着。皇后娘娘不会想要包庇他吧？哼！哼唧了一声要去碗碗里掏长公主，但下一瞬就被江云堂按住了小手。滚滚别动，娘亲不会让他们抓你的。众目睽睽之下，江云堂宁愿自己动手，也不想滚滚被非议。而且朝珠10有8九真是圣上给的，他有什么好怕的？贵妃娘娘，请问有何证据证明东西是滚滚偷的？而且皇后娘娘在此，是否偷盗，应该由皇后娘娘调查定夺才是。娘娘，这便是那小畜生的养母江云堂呢。圣上曾几次单独召见江云堂，江云堂在圣上面前得脸，
如今还入了嘉贵妃跟皇后的眼呢。要不咱们还是不要得罪她，算了吧。德贵妃听完更生气了。得理，一个两个都在圣上面前得理，把我这个真正的贵妃摆在哪儿？我替圣上生育了3个皇子1个公主，我的孙儿更是极得圣上喜爱，平日就连皇后都得让我3分。本宫如何行事，何须你来指挥？教女无方纵容偷盗，还敢教训起本宫来了！来人，给本宫掌他的嘴！打，狠狠地给我打，最好连同那个会妖术的小野种一起打死。圣上驾到，嘉贵太妃驾到。叶帝一脸盛怒，过来盯着滚滚的脸仔细瞧了瞧，心疼坏了。贵妃娘娘真是好大的威风，若是不想再坐这贵妃的位置，那正好去跟恒王妃作伴吧。在场之人又惊又疑，脑子里纷纷冒出问号。恒王妃怎么了？恒王妃于宫中密谋行凶，已被贬为庶人，未免扰了今日祭祀与盛宴，故而圣上低调处置了。德贵妃当即吓得浑身瘫软。圣上息怒，臣妾都是为了圣上啊！这小贼偷盗圣物，还冲撞臣妾，在宫中行妖术，臣妾协理六宫，自然要将人抓起来调查，以免他对圣上不利。臣妾有证物。这些乃是治赏给滚滚的，何时成了你诬陷的证物？你不着人来问朕，却冲着一个3岁的孩童和皇后发作，其心可诛。自今日起，撤去封号，迁去华清台。华清台那里可是冷宫哎。当今圣上对后宫嫔妃一向宽容，而且德贵妃为圣上生育3子1女，还有2位封了王呢，可不是吗？今日竟然因为一个3岁的孩子被打入了冷宫。对，让你跟坏人交朋友，倒霉了吧？怎么可能？圣上怎么可能为了个小野种贬了恒王妃和贵妃娘娘？定是因为嘉贵太妃，定然是。德贵妃，请吧。圣上伯伯，就是他先说滚滚是小偷的。圣上明鉴，臣女。臣女，你是哪位臣子之女？江云熙听着这熟悉的声音，浑身直冒鸡皮疙瘩。臣女是武安侯之养女。养女啊！嘉贵太妃轻轻抬眼，却是看向了滚滚，还优雅地朝他招了招手。来。滚滚见过嘉贵太妃，咧着小嘴噔噔噔跑过去，笑得甜甜的。嘉贵太妃终于见到了活的梦中情孙女儿，真乖。哦，哀家想起你来了，你就是当年那个为了攀附哀家儿子，要死要活不肯嫁入北定将军府，最后逼着武安侯亲女儿替你出嫁的养女啊。官眷们闻言都震惊了，珍妃脑子转得快，立马接话：不对啊，当年外头可不是这么传的，都说这武安侯的亲女儿呢，看上了叶将军，仗着身份抢了养女的亲事，怎么和嘉贵太妃说的还不一样呢？叶帝也是头一回听说此事，不由盯着嘉贵太妃，半是痴迷，半是八卦。滚滚恰好和他的目光撞上，小脑瓜一转，跑到叶帝面前，啪叽把独心耳拍在了叶帝耳朵上。娘亲受了好多委屈，是时候给娘亲平反啦。圣上，你要好好用朵朵哦。圣上，你要好好用朵朵哦。珍妃说的传言，自然要问这位武安侯养女了。一句话让所有人再次看向江云熙。臣女冤枉，嘉贵太妃所言实在荒谬。当年分明是姐姐看上了叶将军，母亲觉得亏欠姐姐，才逼得臣女不得不让出亲事。此事母亲可以为臣女作证呢。此事只有我与母亲2人知晓，母亲向来是站在我这边的。就算是我不愿嫁，江云堂替嫁又如何？谁也别想把这盆污水泼在我身上。什么死动静？朕刚才听到了什么？
好像有八卦以奇怪的方式进入了朕的耳朵里。难道朕就知道朕是被财神选中的帝王？叶帝瞬间笑得一脸谄媚，分外不值钱地看向了滚滚，藏在龙袍下的手还兴奋地直搓。滚滚可没空搭理叶帝。我与叶将军青梅竹马，若非姐姐，臣女早已和心爱之人终成眷属。哦，如此说来，你对叶将军一直是情根深重，是不得已被人棒打了鸳鸯。江云熙想也不想便点头。哼，那你当年还对哀家说你倾慕玉亲王已久，那时距离叶家抄家不过1年半而已，竟全是哄骗哀家，给哀家掌他的嘴。话音未落，姬大坚的巴掌已经隔空而至，一声接一声，嘉贵太妃不喊停，姬大坚就一直打。不过10巴掌，江云熙的双颊就高高肿起，头昏脑胀。又10巴掌，江云熙血淋淋地吐出了一颗牙。后宫官眷们从一开始的看热闹，到心惊胆战，再到不忍直视，最后纷纷跪着垂下了头，整个坤仪宫落针可闻。直到一炷香口，嘉贵太妃突然笑了：“叶将军，你心爱的外室都被本宫打成这样了，看了这么久的热闹，不考虑出来帮你的外室求个情吗？”啊！叶向瑶此时的确就站在坤仪宫门口，嘉贵太妃一炷香前便召他前来，严令其不许出声，更不许离开，所以方才那些话他全都听见了。从前一直以为是江云堂仗势欺人，拆散了我和江云熙。江云熙还说嘉贵太妃看上了他的八字，非要让他给玉亲王当侧妃，可他心中只有我，所以才冒死得罪了嘉贵太妃。原来竟都是谎话。圣上，贵太妃娘娘。叶向瑶觉得自己此时就像个笑话，可他就算再难受，今日这个情他也必须求。微臣知道江云熙犯了大错，罪不可恕，但请看在武安侯府的面子上，饶他一命。她作为养女，深受武安侯府恩惠，却反过来欺压武安侯之女，你竟让哀家看武安侯府的面子。叶向瑶直接哽住，嘉贵太妃随意地往叶帝那边瞟了一眼，见叶帝没有干预她的意思，这才再度开口：江云熙挑唆宫妃生事，污蔑宫眷之女偷盗，哄骗哀家，可不是你轻飘飘一句求情就能了事的。哀家听说叶将军曾求旨上书，愿意用自己的军功换江云熙的平妻之位。叶向瑶这回反应倒是快，瞬间就明白了嘉贵太妃的意思。嘉贵太妃治不了江云熙的死罪，便要拿他能倚仗的所有人开刀，包括他。叶向瑶心中又焦又躁，死死咬着后槽牙：微臣愿用军功抵江云熙所犯下的罪过，还请圣上和贵太妃饶他一命。叶帝迅速整理表情：荒唐，实在荒唐！你作为虎将之后，堂堂男二，本应修身齐家，治国平天下，可你立身不正，不敬发妻，祸害亲子，还任由外室兴风作浪，实在不堪大用。朕今日便撤去你3品北定将军之衔，改任5品中郎将，明日滚去京都尉。叶向瑶趴在地上死死捏紧拳头，叩谢皇恩，然后抱着江云熙离开。官眷们看到这里，实在忍不住唏嘘：哎呦，这叶家为了一个外嗣，满门总要尽毁。这老将军夫子没了诰命，叶将军从一方大将变成了京都巡捕，这叶家怕是要完了。只可惜了云堂，被那外室连累的，好好的将军夫人也当不成了。滚滚把这些话听进了耳朵里，转头问嘉贵太妃：那个豆芽叔叔的官是不是比大乌龟大呀？除了圣上，整个大业就属你豆芽叔叔官最大。滚滚觉得没问题了。
那等豆芽叔叔醒了，就跟我娘亲成亲吧。哎，那咱们一言为定，咱们就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说完，他笑眯眯地牵着滚滚，随圣驾一步至紫宸殿。今日的上春宴便是在紫宸殿举行。家人们谁懂啊？恒王妃、德贵妃、叶逍遥都被处置了，总觉得下一个就是我。可滚滚明明答应了替我求情啊！姜子羽忍不住抱着一丝侥幸，见滚滚进了紫宸殿，立刻就要去找他。可滚滚忙着呢，1、2、3、4、5、9、20、30，捡回来的珠珠也不知道少没少，刚才数到哪儿了？姜子羽又恨又怕，正绞尽脑汁地想办法，忽然听到圣上问：“武安侯世子何在？”臣是在。听说你不想再当武安侯世子了？姜子羽身躯一震，听谁说？滚滚吗？他竟真的求圣上了？圣上竟还当众提起此事？姜子羽心头立马火热起来。回圣上，臣并非对世子之位不满意啊，而是臣父已经去世多年，臣作为武安侯长子，希望能够继承父亲遗志，继续效忠圣上与朝廷。继承武安侯遗志吗？亏你说得出口！是圣上，臣……你闭嘴！你可知先祖曾失去的边境16州，有9州都是你父亲武安侯打回来的。武安二字是何意义？你这狗东西懂吗？武安侯去世时，先帝哀控罢朝3日，亲自用大业军旗盖棺。可你作为武安侯之子，除了享受你父亲带来的尊荣，还有何建树？武安侯临终前曾言，他这一生有2憾：一是未能收复先祖，痛失之疆土，血我国耻；二是未能常伴妻女左右，痛失爱女。你姜子羽身为武安侯长子，一不能继承父亲遗志，二不能善待父亲爱女，你有什么脸面继承这武安2字？你既然不想再当这个世子，那好，朕成全你，今日朕就撸了你这世子之位。叶帝骂到这儿，自己都有些上气不接下气。而姜子羽别说上下气，整个人都瘫了，然后风一般喊道：“圣上，武安侯府的爵位乃先帝所赐，先帝亲口预言3代不降爵，臣不服。”武安侯可不止你一个后人，先帝承诺3代不降爵，可没说这爵位一定要落到你头上，把他给朕插出去。插出去，是你自己只给5000两的。不能怪滚滚哦。福大监在一旁笑得眼睛都快没了，示意陆大监和寿大监赶紧把人扔出去，晦气。这江云堂不知踩了什么狗屎运，进入了嘉贵太妃的眼，得了皇家撑腰。还有那个叫滚滚的小娃娃，外头都传他是瘟神，可嘉贵太妃和宋嫂分明十分喜欢他呀。诸臣们都好奇地看向滚滚。卖猪猪啦，圣上的猪猪一颗100两，便宜卖啦。诸臣们都好奇地看向滚滚，只见他扯了块桌布，将圣上赏的珠子一颗颗地摆在了地上，旁边还放着个大碗。他这是在摆地摊儿，卖的还是圣上的朝珠。诸臣惶恐地朝着叶帝看去，叶帝完全装作没看见。珍妃则拎着九皇子的耳朵，一脚将他踹过去。还不帮你滚把妹妹吆喝，给老娘大声点！您和父皇大娘打我的时候，可不是这样说的。摆了一下午摊儿，滚滚手里的珠子玉佩全都卖出去了，高高兴兴地拉着九皇子和郑傩傩到御花园数钱，个十百千53200两，卖了53200两。滚滚，你太厉害了，这比直接找父皇要银子划算，还多了3200两呢。本来没有这么多的，有个大冤种老婆婆没有珠珠跟玉买了，她就花5000两把滚滚摆摊的布买走了。那个大冤种老婆婆就是我祖母。哦。滚滚赶紧把5000两揣进怀里。
我是不可能还的。哎，要不以后咱们天天摆摊吧，反正滚滚卖破烂都有人买。你这样做人是不行的，很影响我们郑国公府的贵族气质。滚滚也不要，揣好了银票就要回去找娘亲。哎，滚滚，你看那边，那个女的是不是你姑姑？那个男的，哎，是大皇兄。似乎智商有些看不懂。不远处，恒王明显喝醉了酒，看起来心情有些不美。叶桑怡迎面走着走着就崴了脚，一不留神但精准地扑进了恒王怀里。恒王看着投怀送抱的女人，眉头下意识皱紧，刚准备一巴掌扇下去的时候，却瞅见了她身上的衣裳。恒王的眼神瞬间清醒了3分。不错不错，这衣领，这袖子，这绣花做工，这布料，美，实在是美。恒王嘴边噙了一抹笑，目不转睛由衷的赞叹。叶桑怡瞬间脸红了。恒王殿下谬赞，臣女蒲柳。活了。恒王殿下谬赞，臣女蒲柳。活了。叶桑怡自谦的话还未说完，就被恒王的命令弄懵了。反应过来后，他的脸更红了。恒王殿下竟如此青睐我的美貌，光天化日之下就想跟我，这也太急不可耐了吧。殿下，臣女乃是正经官家之女，怎可青天白日与殿下？你脱不脱啊？恒王再次打断他的话，这一次语气明显有些不耐烦了。我可是正经官家女，若是传出我与恒王青天白日在御花园苟合，那我还做不做人了？可万一错过这次机会，恒王转头就忘了我，该怎么办呢？江云熙现在自身难保，哪还有功夫再给我和恒王创造机会呢？我只能靠自己了。叶桑怡想到这儿，一咬牙决定豁出去了。脱，臣女这就脱。怎么脱那么慢呢？我来帮你。殿下轻点儿。吟声未落，叶桑怡就猛地被人推开，而方才还猴急地扒她裙子的恒王，竟穿上她的裙子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叶桑怡一整个风中凌乱，什么春情，什么异动，通通没了。衣衫不整地站在御花园里，茫然不知所措。但看了全程的九皇子表示：“嗨，这流程本皇子熟啊，后宫好多这种戏码。2个人先抱在一起，然后脱衣裳，再然后就该找人来围观了。滚滚，我们快去叫人。”还是你见多识广，虽然不明白为什么，但是我们赶紧去吧。然后迈着小脚脚飞快地跑回了紫宸殿。娘亲，姑姑的衣裳被人家脱了，娘亲快带人去看呐！月帝一口酒没憋下去喷了出来，珍妃则已经兴奋地准备出发了。谁衣裳脱了？在哪儿？九皇子绘声绘色的，且会挑重点。是滚滚的姑姑在御花园呢。就刚才她走路的时候，走着走着就摔到大皇兄怀里了。大皇兄让她脱衣裳，她就脱了，还红着脸往大皇兄身上钻呢，说要轻一点儿。九皇子刚说完，满殿寂静，在场的官员、女眷、后妃哪一个不是人精？这分明是一场攀龙附凤、白日现身的大戏呀！可滚滚觉得九皇子说的不对。不对，你只讲了我姑姑，你没讲大皇兄呢。滚，要不先吃点东西吧，让嘴巴休息一会儿。好的，可是娘亲，我刚刚话没说完，等会儿再吃吧。我刚讲到哪儿了？你大皇兄。于是滚滚拉着九皇子和郑嬷嬷面对面站一起，自己则噔噔噔跑远了一点，蹲下，和刚才在御花园里一样。开始吧。什么开始啊？我知道，是这样。哎呀，我怎么摔倒了？是恒王殿下呀！一炷香后，整个紫宸殿再次陷入死一般的寂静。这是什么攀龙附凤、白日献丑的大戏啊？好想看，但
众人默默看向叶帝，等待圣令。叶帝头疼的一个眼刀子甩向九皇子。皇后，你带人过去看看。滚滚迈着小脚就要跟上，结果还没踏出紫宸殿，圣上，求圣上为臣女做主呢。恒王殿下醉酒，想要轻薄臣女，臣女宁死不从，却不想殿下。臣女清白之身，凭空遭此大辱。圣上若不为臣女做主，臣女今日就一头撞死在这里。他话未说完，便嘤嘤直哭，闹着要撞柱。可整个殿内再次落针可闻，且无一人动弹。你们怎么不拦我？我真撞了，我真的撞了。我为什么没有人拦我？我可是被恒王殿下轻薄了呀！难道非要让我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吗？可我不想死啊！嘉惠太妃实在被他哭得厌烦，直接开口：恒王妃、恒王侧妃、恒王侍妾，选一个。恒王妃，以我的家世，恒王妃我也当得。叶桑仪强忍着得意，还想继续哭哭啼啼一会儿，再半推半就为自己争个王妃之位。这样的话，3，恒王妃没了；2，恒王侧妃没了。臣女愿意加入恒王府为侧妃，伺候恒王殿下。叶桑仪瞬间大喊出声，哪里还顾得上会不会被人嘲笑，生怕这到手的荣华富贵飞了。这叶家姑娘怕是耳朵不好，哀家方才说了，恒王侧妃没了。叶帝虽恨长子不争气，但更恨长子被人算计。既愿意伺候恒王，那便封为恒王贵妾，择日抬进府中。叶桑仪这回真想撞柱上了，再度大哭起来。圣上，臣女乃正经官家之女，遭恒王轻薄，已是无辜，怎可被轻贱至此？臣女绝不为妾。把你们方才在御花园看到的仔仔细细的同这位叶姑娘再演一遍。哎，好吧，那就再演一遍吧。滚滚叹气，只好又噔噔噔地跑远点儿，抱着腿腿蹲下。九皇子和郑傩傩也同时就位，演技更加妖娆精纯。哎呀，我摔倒了！哎呀，是恒王殿下呀！你是谁呀？这衣服，这绣花，这面料，美。恒王殿下谬赞，臣女蒲柳之至。咦，恒王殿下竟如此青睐我的美貌，嘿嘿，脱！我现在就脱，嘿嘿。现在说衣服呢吧？怎么可能？他们怎么可能刚好看见？圣上说再演一遍，难道他们早就……叶桑仪在众人嘲弄的目光中，终于发现了真相，瞬间心如死灰的昏死过去。滚滚这一天在宫里过得十分开心，回家前特地去跟圣上告别。圣上伯伯，等下次过节，滚滚再来看你哟。下次过节都到端午了，还有2个多月呢，那可不行。来人，去御膳房拿些糕点来。那等滚滚吃完这些，再来看圣上哦。行，一言为定。叶帝这才满意了，高高兴兴地目送滚宝离宫。结果没一会儿，滚滚又跑了回来。我忘记告诉圣上了，你媳妇儿不要你了。叶帝笑容戛然而止。什么意思？皇后不要朕了？为什么？你说清楚啊！叶帝急得连吉服都来不及换下，赶紧去了坤仪宫。滚滚则拉着九皇子爬上了嘉贵太妃的马车，带他一起去裕亲王府看豆芽叔叔。你看，这个就是滚滚说的豆芽叔叔。哇，这就是皇叔啊！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到他呢。两小只围着直挺挺昏迷在榻上的裕亲王，聊得热火朝天。豆芽叔叔虽然还在睡觉，但很快就会醒的。等他醒了，就能跟滚滚的娘亲成亲啦。
这是滚滚给娘亲包办的新夫君，看滚滚厉害吧？我只听说过大人给子女包办夫君，怎么还有子女给大人包办的呢？不过，他重新审视了一下自己的叔叔，然后摇摇头表示：“哎，你给你娘亲选的夫君看着不行啊。”怎么不行啊？你会选夫君吗？我当然会，宫里待多了，没见过猪跑，还没听过猪跑呀。我母妃说了，选夫君第一要看腰粗有力，这样抖起来才有劲儿。为什么要抖呀？九皇子明显知其然，但不知其所以然。应该是跳舞好看。我小时候有次睡着被吵醒，就看到我父皇在跳舞呢。滚滚赶紧记下。九皇子又使劲把玉亲王翻了个面儿，指着他一马平川的屁股。哎，这儿也不行。母妃说了，男人屁股要饱满，这样才能生儿子。哦，有道理。就之前在临水镇的时候，就听婆婆们说，这样就好生养。九皇子见滚滚认真听自己的话，越发来劲儿了。选夫君要选胸膛健壮的，母妃说这样才有安全感。皇叔瘦的胸前都剩排骨了，肯定是不行的。我母妃还说了，母妃就老抱怨父皇打架不行，我父皇都这样，那皇叔的体格肯定更不行了。说完，他又伸手去抠玉亲王的嘴巴。咦，皇叔肯定许久没刷牙了，好大的味儿啊！这个我记得就是牙口要好。我怎么记得牙口好是选马的？是吗？你还听不听了？听。反正选夫君门道可多了，我帮你都检查一遍吧。说完，他就爬进了被子里，最后爬出来，不甚满意的摇摇头。唉，滚滚都被他整慌了，着急的问：“就豆芽叔叔就全都不行吗？”除了脸好看，其他都不行。但我母妃说了，男人脸长得好看是最没用的。滚滚听完都忍不住自责起来。原来我给娘亲选的新夫君这么差呀！不行，我要给娘亲再换一个。说完，他就要去找嘉贵太妃退亲。九皇子赶紧追了上去，被独自留在房间的玉亲王，我到底造了什么孽？要在这里听皇兄的闺房之事，还受此大辱！小兔崽子，你给本王等着！不对，滚滚不会真的要退货吧？母妃应该不会答应吧？怎么办呢？嘉畅园内，嘉贵太妃手里捏着滚滚给的药丸，终于决定服下。姬大坚跪在他面前，一求再求：“娘娘，奴才心甘情愿为王爷续命，求娘娘应允奴才。”我自然知道你心甘情愿，可我赌不起万一。怀瑾，你可还记得哀家幼时那游方道士说过的话？那道士说，哀家这一生将富极贵极，荣华无忧，却是享尽了后代之福，所以哀家的孩子都将死的死，残的残，无一善终。从前哀家也不信命，可嫁了3次，生了5子，除了别儿，哀家的孩子竟无一健全，就连别儿也突遭大难，昏迷多年。若这一切因果真的在哀家，也只有哀家亲自给别儿续命，才能保万一。说完，嘉贵太妃便饮了一口茶，闭上眼睛将药吞下。不过片刻，嘉贵太妃便陷入沉睡。姬大坚面色镇定，却惨白至极：“奴才会一直陪着娘娘的。娘娘，您若是醒不过来，奴才待安置好王爷，便去地下寻娘娘。”话音刚落，门吱呀一声被打开。漂亮爷爷不用去地下，太妃娘娘睡个觉觉，明天就会醒来啦。当真？
漂亮爷爷不信，就跟滚滚拉勾勾，说谎的是小狗。鸡搭肩这才有几分信了，却还是不放心的亲自守在嘉贵妃榻前。唉，今天是退不成亲了，回家吧。刚进府就听到一阵阵嚎哭，然后闻着娘亲的味道，找去了安寿堂。我不嫁，我死也不嫁！我堂堂大将军之女，凭什么要嫁去恒王府做妾？滚滚进门就听到这句，小嘴抹了毒的问：“娘亲，妾也要嫁吗？”江云堂差点笑出声来。对，妾可配不上这个嫁字。圣上说了，择日抬进府，恒王府你不进也得进。都是这个瘟神，要不是他搅局，我本可以风风光光嫁进恒王府。不舍正妃，至少这个侧妃，都是这小瘟神害的，我要掐死他！哎呀，这是干什么？拉住他，拉住他，快拉住他！哎呀，你这不是自己找打吗？然后难得对着江云堂陪笑脸：“你先带孩子回院子啊，桑姨她不懂事儿，自有娘来劝着。你快带孩子回去，回去。”江云堂嗤笑一声，也懒得再看他们的热闹了。母亲当知道圣上的性子，还是赶紧给桑姨准备好嫁妆吧。虽然是去做妾，但好歹是皇子贵妾，像样的嫁妆还是要有的。这些就劳母亲操心了。滚滚，我们走。叶老夫人直到确定他出了安寿堂，才拉下脸来，一巴掌抽在叶桑姨的脸上。蠢货，你到现在还认不清现实吗？娘，你打我！瞧你那蠢样儿！你在宫宴上当众出丑，依然没了名声，哪个好人家还能娶你入门当正妻？除了入王府当贵妾，你没有第二个选择。再者，这恒王府也不是什么差的去处，如今恒王妃被贬，府中又无侧妃，只要你争口气，生个一儿半女，未必不能爬上更高的位置啊！对呀，恒王膝下只有一子，连生母是谁都不知道，便被恒王立为世子，极受宠爱。我若能为恒王多生几个儿子，恒王府以后岂不都是我说了算？对了，那个小瘟神怎么办？就这么放过他，任由他继续在叶家作威作福吗？那个小瘟神靠山太多了，咱们现在惹不起。为今之计，只能尽快让你大哥和离，让江云堂跟那个小瘟神一起滚出叶家。婆子很快便来回话：老夫人，将军他今日喝醉了酒，现下不知去了何处啊？什么？殊不知他那不知去了何处的儿子，此刻正借着酒劲儿在正院撒酒疯。哎呀，娘亲，他怎么躺在滚滚跟娘亲的床上了？滚滚不要跟他睡。